这是一部关于38岁离婚单身女性偶然尝试交友软件，与各种年轻帅哥相遇，开启第二春故事。女主千秋38年来，男性经验只有前夫。3个月前，在闺蜜的鼓励下，决定下载交友软件试试。偷偷摸摸在咖啡店下载软件，挺可爱的。从此开始她的奇妙冒险。但刚注册就遇到头疼的问题，年龄刚过，又要上传自拍头像，就这样成功进入新世界。千秋沉迷其中，忙着滑动帅哥们的照片，很快就收到匹配成功的信息。一个21岁的眼镜小哥发来私信，千秋开始了第一次约会，忐忑等待中。想到年龄差距这么大，还是算了吧。正要离开时，我们去吃饭吗？那样的话，奇怪，和照片不一样吧？结果干了个尬，第一个就遇到照片，而且抠门到只喝水不吃东西。千秋虽有1万的不喜欢，但还是礼貌的聊了一回。分开时，这货露出猥琐本性，说这回没公交了，回不去宿舍了。千秋傻傻的以为自己让男孩错过了电车，还要给他掏出租车钱。猥琐男一看套路没得逞，赶紧改变战术。千秋这才反应过来，男孩想和他睡觉，男孩赶紧尴尬逃走。第一次尝试就遇到这样，千秋郁闷的和闺蜜聊起这事，结果发现和男孩的对话框不见了。千秋从没想过，那些年轻小孩居然想和他羞羞。看来自己依旧风韵犹存，瞬间又高兴起来。正在郁闷时，第一个帅哥出现了。就这样，和这个22岁立志成为演员的小帅哥见面了。当小哥哥提出一起东京探险时，千秋立马想到闺蜜说的，软件里大部分人只是为了约炮，但小哥哥说自己想成为演员，用这个软件就是为了见识更多人，游览更多地方，增加阅历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起逛街、散步，开心的玩，甜蜜自拍。再多的快乐也有分别时刻，小哥哥要去打工了。久违的约会，久违的甜蜜，让千秋再次感受到生活的魅力。还有广告牌上的男模特，开心的约会一个接一个。离婚熟女千秋在38岁时开启了人生第二春，怀着纯洁交往的心态，尝试网上交友，邂逅各种小帅哥，结果还是破防了。时间倒转到15小时前，与大二的小鲜肉在居酒屋见面。这样的年轻男孩让千秋想起高中时暗恋的男生，两人从生活聊到工作，相谈甚欢。千秋多年的寂寞得到极大满足，在愉快的聊天最终都会转到正题。千秋只是抱着纯洁交往的心态，果断拒绝了。男孩一副受伤小猫的表情，让千秋真的觉得自己想多了，赶忙安慰道歉。还真是言出必行，男孩认真的画着建筑，坦诚自己很喜欢画画，但又想挣钱进大公司。千秋被萌到了，一起合作画好这幅画。结果男孩却盯着他，千秋瞬间恢复理智，从甜蜜轰炸中推开男孩。男孩不由分说紧紧抱住千秋，还一阵甜言蜜语，温暖的强吻融化他久旱的心。说好的纯洁交往还是破防了，完事了，你装无辜，又是喝醉了情难自控，又是人类的欲望什么的，一阵解释。这慌张的样子反而让千秋觉得他很可爱。警报解除，男还放下心来，提起裤子转身就走。这样全新的体验，千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闺蜜分享心情，心中的喜悦分享一个闺蜜还不够，又跑到另一个闺蜜家，然后又跑去和关系最好的编辑小妹分享。结果小哥把她匹配取消了，妥妥的一夜情，稍微感觉有点爱情的味道，结果被套路了。没关系，打起精神继续约。千秋很苦恼，怎么遇到的全是为了羞羞的，还是和励志演员君在一起舒服，纯粹的撸猫聊天，没有成人那点事。新的邀约又出现了，这次是26岁的网络主管，温柔绅士有品味。聊天之间，年轻女服务生上前搭讪，被问到和千秋什么关系时，绅士君温柔地握住千秋的手，很暖啊。千秋的心已经被俘获，这么完美的男人，再看看自己，离婚还有38岁，不由产生浓浓的自卑。结果的结果又循环到了羞羞，千秋真是够够的了。果然从那以后，绅士君再没和他联系。为什么全是约趴的人？随便又找了一个约会对象。今天的爱人是很久不见的小风头，26岁，但是我就是吃这张脸。在约会分别时，风头帅哥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提问。这边是回家的车站，这边是可以深度交流的宾馆。千秋虽然约会无数帅哥，但他们基本都是为了羞羞。想找段稳定的交往关系真难，既然无法改变，那就享受当下。风头男的撒娇卖萌让千秋沉浸其中，短暂的欢愉之后重回现实，眼看就到40岁了，闺蜜只想找个认真对待她的人作为她的依靠，真的能在没有同伴没有家人的情况下生活下去吗？人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不是吗？一番痛彻心扉的话语让沉迷交往的千秋陷入沉思，往后余生该怎么办？于是千秋第一次尝试网上找同龄人，这次是一个40岁的单身老板。一顿饭下来，聊的不是社会就是工作，什么玩意儿？外面再温柔，回到家之后就换了副面孔，比找的年轻帅哥还渣。千秋已经放弃了再婚的憧憬，重新回到与年轻帅哥的交往中。这次遇到的是一个家住在附近的男模特。千秋小姐，晚安。糟糕，不是凡人的气场帅哥特有的。你好呀。每天这样贴心的问候，阁楼的温暖聊天，让38岁的千秋再次动心。甜蜜爱情的味道弥漫整座城市，女主千秋终于恋爱了，从此两人过起了同居生活。男人的目标就是羞羞，千秋最近交往的人都是前面各种温柔，一旦达到目的就再也不见。千秋失落的准备告别这段温柔。我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然而模特男并没有提上裤子走人，每天一起吃饭聊天，甜蜜依旧。千秋忽然发现自己的例假晚来好几天了，
难道怀孕了？满心纠结了一路，苦恼地躺在年轻帅哥的怀里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在这个年纪和比自己小10岁的男孩，真的可以拥有不顾一切的爱情吗？模特男这时要去经纪人那里取资料，临别时还说改天要带千秋见朋友。拜拜，一别即永久。千秋这才意识到他俩并不是恋人，只不过是软件上认识的人而已。信息已读不回，已经说明他们的关系彻底结束。苦恼地打电话给闺蜜诉苦，结果得知闺蜜因为相亲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，对生活和自己逐渐失去信心，抑郁自杀了。葬礼回来的路上，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悲伤和凄凉席卷而来。亲密无间的闺蜜过世，交友软件各种渣男离开，千秋在痛苦和空虚中度过了一段时间，终于还是想通了，卸载社交软件，重整旗鼓，一心工作。然而理智终究败给了寂寞，戒网友1个月后又重新开始网上交友。38岁的尾声真是不得了的3个月啊！谢谢你们啊，形形色色的男性们，多亏了你们，让我品尝到了别样的人生滋味。就让那些回忆留在38岁吧。我们俩喜欢的电影品味很相似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总之，见过这个男生之后再决定吧。本剧到这也就结束了，咱们下部剧再见。公认的好老公居然有5个情人，妻子决定守护婚姻，秘密赶走他身边的情人，可他只有从老公手机里记下的名字，该怎么找到他们呢？经常在网上聊天的龙血树大人给他出了主意，先从约会软件找起，终于找到了第一个情人小丽奈。我在寻找真爱，一直性格懦弱的结花假扮成男人，发去了搭讪信息。小丽奈很快回信，直接开门见山约见面。怎么办呀？这是个近距离了解敌人的绝佳机会，但结花身边没有男性朋友能帮忙。你好。就在这时，碰到了经常找他聊天的海斗，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这个熟悉的陌生人，请求他的帮助。如果能帮到你，我愿意。就这样，第一战即将打响。海斗十分用心，一改平时朴素的打扮，变身型男，等待小丽奈上钩。我运气真好，你竟然这么美丽又高雅。你对每个人都这样说吧。确实，我对其他人也说过，但在他们当中，你是最美的。帅气的面庞，老练的搭讪，拿下小丽奈只是时间问题。我可以拍一张甜品的照片吗？他悄悄把照片发给结花，并告诉他用软件平图搜人，结果竟是竞选议员大森的妻子。希望您能支持我，谢谢。闲聊中，海斗试探他为什么已婚还找真爱。对于那个人来说，我和装饰品没区别，该掌握的信息都已掌握。海斗假借上厕所，问结花接下来怎么办，可她一个普通女人又怎么知道呢？看着结花痛苦无助的样子，海斗已经想好了对策。在那个充满诱惑的夜晚，海斗忽然停下脚步，深情凝视小丽奈，然后主动亲了上去。这一幕全被一旁跟踪的结花拍了下来。第二天，议员妻子的出轨新闻铺天盖地，议员在媒体面前诚恳道歉，说是自己对妻子关心不够才出了这种事，但他们会继续相互扶持，一起走下去。在聚光灯下，政治家用妻子的丑闻衬托出自己光辉的形象。多亏了你，我赢了选举。议员对妻子的出轨毫不在意，还命令他以后让秘书管着手机。你怎么呢？否则你想离婚吗？降低生活水平去换取自由，你能接受吗？小丽奈无法割舍富足的生活，就像枷锁一样拴住了她。她可能一辈子都要当个花瓶。接下来还要拜托你了，当我的好妻子。第一个情人彻底解决了，接下来该找第二个了。你好。在超市里，结花又遇到了海斗，共同的行动让他们关系更近了。当得知还有4个情人时，海斗主动提出帮忙，还指导他下一步怎么做。从老公的社交账号好友里找，先在账号里晒全家的幸福，然后疯狂点赞老公的动态，这样就能引起情人的注意，让他进你的主页看秀恩爱的照片，在访客记录里和老公互相关注。总是看你照片的人应该就是他了。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小有名气的博主。两人从他晒的照片里找到了他家地址，来到这栋高档住宅楼门口守了1天，也没看到照片里的人，只有一个奇怪的女人在门口徘徊很久。趁外卖小哥找保安问话的时候，他们偷偷溜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博主的账号更新了他回家的帖子，
但除了刚才那个女人，再没有其他人进出大楼了。趁那个女人出来的时候，拍下了她的照片，美甲一模一样，基本锁定了第二个目标旺子。一路跟踪才发现，她并不是博客里展示的富家女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，甚至比普通还差一些。单亲家庭的旺子，有一个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，靠一张张 PS 的照片，打造了富家女的人设，每天靠直播带货勉强补贴家用。而结花这边却意外发现，老公又换了手机密码，只能在旺子的主页去找线索。旺子每周三都会住同一个酒店，周三工作会很忙。对不起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。在激情的关键时刻，旺子的手机不断响起，原来是海斗把他 PS 过的照片全部拆穿发到了网上。曾经虚假的富家女人设瞬间崩塌，老公还想继续，旺子哪还有心情？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，看着网友的谩骂，崩溃的内心再也受不了。或许他身上也发生过不少事，这就是自作自受吧。女儿的痛哭声让母亲强撑着身体从病床上走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旺子才明白，世俗的繁华都比不上家的温暖。这个老公简直太渣了，还在装温柔体贴，约他下周三继续。但洗心革面的旺子已经删掉了软件。你是否要注销该账号，重启新的生活？下周三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吃烤肉吧。但你星期三不是很忙吗？之后不忙了，又赶走了一个，还剩下3个。老公又是一身疲惫回到家，一周7天，5个情人能不累吗？车站附近的洗衣店变成面包店了。这句话引起了结花的警觉，她赶紧贴近老公，果然是香水味。时间管理大师怎么可能没察觉？他赶紧从包里掏出一瓶香水送给妻子，既掩盖了身上的香水味，又讨好了爱人。结花半信半疑，又去问了龙血树大人，责怪自己太过敏感，错怪了老公的爱意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老公出轨了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结花在洗衣店又一次闻到了这股独特的香水味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跟着女孩来到了她上班的地方。越看越觉得她不像是会和有妇之夫出轨的人。结花打消了疑虑，准备回家。喂，听说了吗？那个戴眼镜的保安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这栋楼所有男人都会被他搞遍，人不可貌相。这时老公也来到了这里，看来就是他了。这次的对手教惠美是最难对付的一个，她是那种遵从本能无视世俗约束的人，在她的世界里做小三没有任何负罪感。她和结花老公初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喜欢做爱吗？之前发生关系的人也这么评价她，说她是烂娇女。结花主动找惠美对峙，而惠美却毫不在意地问，请问你老公是哪位？我是田中真挚的妻子。哦，是他啊，你们果然有一腿。是的。海斗甲扮成要曝光他们地下情的记者，与真情会面。真情一心只想着男友，说自己真的很爱田中，求他不要发新闻影响到男友的生活。海斗看着眼前这个情真意切的女孩，虽然不忍心，还是揭穿了田中已经结婚的事实。真情这才知道了一切，他的世界瞬间崩塌。喜欢我吗？当然。田中从未主动说过喜欢他，每次问到这个问题，他总是敷衍回答。真情看着眼前这个深爱又伤他最深的男人，想起见面前结花对他的痛苦哀求，请不要再和我老公见面了。这个人说我很可爱，这个人让我意识到我自身才是最重要的。爱有多深，心就有多痛。曾经美好的初恋在痛彻心扉中结束。我们回去吧，我还想再看看那个害我伤心的罪人。痛不欲生的表情，结花的内心也逐渐变得偏执。而最后一位情人却主动找上门，可以请你离开真挚吗？因为你是他痛苦的根源。还说结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老公，只有他才是世界上最懂田中的人。一句句强硬的话竟让结花哑口无言。她发现自己对老公的了解其实并不深，但还是勉强争辩。
引得宝子轻蔑的嘲笑。那我们赌一把吧，你要赌什么？真挚在他们结婚纪念日那天，看他到底会选择谁。如果我输了，就主动放弃这段不伦，但如果你输了，我没有任何要求。你这条件不是太便宜我了吗？结婚纪念日去找别的女人，都这样了你还想离婚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两个女人的战争就此打响。结花专门预定了田中求婚的餐厅，希望借此唤醒老公残存的爱意。不可以伤害优真哦，不能让结花和优真伤心。田中无法抑制的欲望再次发作，他约宝子见面却没有得到回复，主动到公司找他，却发现他请了长假。又过了几天，终于到了结婚纪念日，结花精心打扮来到餐厅，宝子自信满满的走进酒店，田中全身颤抖一路狂奔。他会来的吧？结花满是忧虑，但从看到老公的那一刻，心就放下了。我赢了，他还是爱我们的。但田中整个人都不对劲，全身虚汗直流，无法呼吸。收到宝子的性感照后，他脑中全是情欲的画面，最终理智还是败给了欲望，满心的猜疑不安，只能找海斗诉说。你现在对他不是爱，而是单纯的执念吧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应该和他好好谈谈。但结花依旧固执，无法自拔。海斗很难过，你的伤心就是我的痛苦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越来越偏执。结花其实什么都懂，只是情感让他选择逃避现实。在无尽的纠结中，收到了宝子发来的视频，这一幕幕深深刺激到了结花。他走进海斗的书店，踏入了禁忌的深渊，哀莫大于心死，一切抗争都是徒劳。结花和老公提出了离婚，但如何向6岁的儿子说呢？就是我们吧，没事的。儿子早就注意到了母亲的忧伤和父亲的出轨，他强装坚强，告诉父母自己没事，不要顾虑他。别看我，不要看我哭的样子。为什么两个人总是在感情走到尽头时才会互诉衷肠呢？结花坦白了自己和海斗的出轨，到底是报复还是真的喜欢上海斗，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。老公痛哭流涕，悔恨不已，说这辈子只爱结花和儿子，以前犯的错都是因为自己有病，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那样做。我有性瘾，到最后根本控制不住，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。他把内心的秘密都告诉了妻子，因为从小被父母虐待，长期的精神折磨让他长大后得了这个病。每次随便和女人发生关系后，他都会特别厌恶自己，但第一眼就爱上了长椅上读书的妻子。在相恋、结婚、生子的美好时光里，他确实抑制住了欲望，但好景不长，公司效益下滑的压力又让他堕入黑暗。得知老公长期的痛苦和折磨，结花改变了心意，断绝了和海斗的关系，还主动找上宝子。我希望你能继续和我有性瘾的丈夫上床，用你的身体帮他。其实宝子一直知道田中的病情，也知道他同时和好几个人有关系，宝子却接受了他的一切，因为他爱上了他。当时是因为爱陪在他身边，现在又是因为爱选择离开。要是有一天你能正常和你妻子做爱就好了。结花默默陪在老公身边，看着他因为无法克制的瘾，在自我厌恶中饱受折磨，心里十分难过。那就和我做吧，好吗？我做不到，不想玷污你。最终田中选择了离开，告别了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。今天有件必须要告诉你的事。当结花打开门的瞬间，居然是海斗的身影。原来一直默默陪伴他的龙血树大人就是海斗。海斗告诉了他一切，他们其实是中学同学。曾经的他因为长相丑陋被人嘲笑孤立，只有结花愿意和他说话，带着他一起读没有名字的龙血树。从那时起，他就一直默默爱着结花，直到在聊天室听到有人提起这本书和故乡的码头。我上学的时候十分喜欢那本书，反复读过好多遍。社恐的他走出了漆黑的房间，在超市的一角看到了那个喜欢的他。你为什么会帮我赶走我老公的出轨对象？因为你是一个配拥有幸福的人，我想帮你夺回你期待的那种日常生活，仅此而已。
海斗并不是想占有，只是想默默看着他幸福。自从那以后，龙血树天使的聊天室就关闭了，书店也停业了，再也没了海斗的消息。直到有一天，海斗的母亲打来了电话，才知道海斗因为癌症已经离世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一直拼尽全力帮助他，希望他能幸福。母亲把没有名字的龙血树转交给了结花，谢谢你成为了他的初恋对象。结花不知不觉走到了曾经的码头，眼前闪过往昔的画面，他再次翻开那本珍贵的书，眼泪已经汇成了海。曾经那个默默陪伴为自己排忧解难的他，已经不在了。我一直喜欢着你。在海斗最后的遗言里，他希望结花能忘记他，因为现在的你，就算没有我在身边，也一定可以变得幸福，因为现在的你不再懦弱。如果男人在家不想和妻子做饭，那可能是偷偷在外面吃过了。丈夫一真不想生孩子，妻子小爽却非要生，一真还偷偷在外找乐子。小三还挑事，说不定你太太也在外面偷腥呢。一真在外面精神得很，回家就像死了一样。小爽小心翼翼，生怕打扰到他，结果不小心把包撞到了地上。仔细一看，包里居然有个 GPS。 小爽头皮都麻了，难怪一真前几天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他明明没提过店名。小爽赶紧找懂行的朋友分析，怀疑一真用 GPS 偷偷监视他。朋友让他先冷静，是不是他最近做了什么让一真起疑心了？小爽回忆，最近因为工作遇到学生时代的初恋秋山，虽然他一直念念不忘，但也没做什么，当时只是打了个招呼，交换了名片，之后就开始工作了，也没想过再联系。那看来多半是一真心里有鬼，想时刻盯住小爽的行踪。小爽心里犯嘀咕，刚好听一真说今天要去附近，就约他一起吃饭，结果一真以临时开会为由拒绝了。小爽立刻给公司打电话询问，果然一真在骗他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一真听不懂小爽在说什么，别绕圈子了。小爽直接拿出 GPS， 别装傻了。一真反问，是要我带着这个吗？这话反而把小爽问懵了，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装傻。小爽质问一真怎么知道自己去了哪家店，还撒谎说今天在公司。一真立刻火了，明明是你喝醉说出来的店名，现在反过来怀疑我，还打电话到公司，太丢人了。一真生气地说。小爽因为自己不想生孩子就胡闹，说完就气冲冲地摔门而出。真正放 GPS 的人居然是小爽一直当闺蜜的刘一。小爽对刘一毫无保留，做梦都没怀疑过她。刘一发现 GPS 信号中断，特意邀请小爽来家里玩。小爽还傻乎乎地带了甜点，把家里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刘一。刘一假装关心，问小爽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。小爽突然想起前几天同事出轨被曝光，同事怀疑是他干的，两人当时闹得很不愉快，刘一肯定是那个同事故意报复的，替小爽感到难过。爽姐，你可得打起精神来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刘一的话让小爽放心不少，关键时刻还是闺蜜靠谱。小爽看到身后的毕业册，想拿出来回忆青春，意外发现有个人被涂黑了，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。身材好的女人不可怕，心机深的闺蜜才要命。刘一在小爽的包里放了定位器，等小爽出门，他就偷偷来到小爽家里。你打算在这里做？我不介意哦。一真还没那么傻，这可是他家。刘一转身冲进浴室，拿着喷头往身上洒水。有没有想起来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？原来两人在一个下雨的夜晚相遇，当时刘一刚被甩，一真上去帮忙，就成了刘一的救命稻草。一番安慰让刘一好感倍增，从此爱得死去活来。小爽此时正在怀念初恋，当初母亲死活不同意两人在一起，最后以死相逼，成了疯子。小爽没办法，才提出分手。秋山到现在还一头雾水。刘一和一真已经完事，小爽也准备回家，结果两人同时按了电梯。一真心里有鬼，赶紧给回家的小爽端茶送水，还亲自去放洗澡水。好在小爽检查了浴室，不然刘一掉下的项链就露馅了。单纯的小爽还是把刘一当闺蜜，但刘一已经露出破绽了。小爽很喜欢一款蛋糕，但没和刘一提过，那是他为了庆祝和一真相遇买的纪念蛋糕。回想起来，刘一身上有一股熟悉的味道，现在才知道那是属于一真的味道。不过小爽还不敢确定，一整天都心神不宁。领导突然让他去秋山店里采访，
缘分真是奇妙，本以为再也不会见面，没想到这次见面还帮了大忙。秋山一眼看出小爽有心事，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。小爽豁然开朗，既然怀疑，就要找出真相。正好看到一真发消息说晚上10点才能回家，小爽立刻约刘一在家见面。刘一答应了，但要10点以后。此时小爽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但凡事讲证据，他特意到刘一家楼下等着，直到10点看到心碎的一幕。小爽想到了自己的母亲，因为父亲出轨变得疑神疑鬼，最后成了疯子。他不想成为那样的女人，于是想找一真说清楚。刘一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小爽不啰嗦，直接摊牌：我已经知道一切了，你这个贱人离我远点。事情败露，刘一也不再掩饰，老公才会去外面找女人。果然人至贱则无敌，刘一不仅不认错，反而讽刺小爽装模作样。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有什么区别？对着前任发情的女人和你没两样。小爽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但回了一句：这是我家的事，关你屁事。挑衅地说：有种就告诉一真，事情败露了。小爽冷笑：看看一真会选谁，你这种人一辈子都不会被当回事，只配当情妇的女人。人妻只穿内衣在酒店醒来，以为只是喝多了，到了公司却炸了锅，满墙都是她的不雅照。小爽才想起昨天公司团建，自己心里有事喝多了。刚入职不久的四导对他很照顾，没想到是个表里不一的人。这件事让公司很丢脸，小爽决定辞职，但领导让他查明原因，这才是成年人该做的事。曾经被曝光出轨的前同事打来电话，说很抱歉当初误会了小爽，但把整件事联系起来感觉很奇怪，如果这一切有关联，就感觉很不对劲。这时刘一又发来不雅照，小爽才明白这根本不是出轨那么简单。刘一先是接近他，再去接近一真，但小爽还是不明白为什么，直到看到刘一的毕业相册，被涂黑的人竟然是他自己，全名叫做秋山刘一。好久不见，哥哥。原来刘一是秋山继母的女儿，一开始大家相处得很和谐，万万没想到刘一的继母经常虐待他。秋山一家知道后赶走了继母，从此一家3口过得幸福快乐。刘一对秋山产生了特殊感情，但没多久，继母居然通过诉讼把刘一接走了。刘一再次陷入噩梦，继母天天灌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刘一不信，他还记得秋山对他的温柔，直到看到秋山和小爽在一起，刘一觉得是小爽抢走了秋山，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。长大后他故意接近小爽，在小爽公司散播一真有孩子的事。当时正是小爽和一真的大婚之日，一群女生在卫生间八卦，被小爽的朋友制止了，最终这件事被隐瞒下来。一真7年前就结过婚，他是富二代，有个强势的父亲，婚姻也是为了公司利益。妻子虽然漂亮，但像母亲一样胆小怕事，对丈夫言听计从，这让一真很反感。后来一真开始堕落，到处拈花惹草。事情曝光后，他选择离婚，放弃一切重新开始。后来他遇到了小爽，而当时一真的妻子弥生已经怀上孩子，一真的离开让他崩溃。这时弟弟四岛站了出来，让我来守护姐姐，我向你保证。后来刘一发现了这层关系，故意刺激弥生，让他跳楼自杀，还在遗物里留下一真和小爽的结婚照。四岛误以为这一切都是小爽引起的，复仇的怒火让他失去理智，成了刘一的棋子。秋山得知刘一闯了大祸，找来3人对峙，一起解开了心结。四岛得知真相后，饶不了刘一，这是你杀了我姐姐的惩罚。最终一真为自己的罪过忏悔，四岛进了监狱，刘一活了下来，但失去了意识。1年后，秋山和小爽擦肩而过，2人转过身，相视一笑。那么本剧到此也就结束了，咱们下部剧再见喽。